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极其宏大，又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人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小到大，课本里告诉我们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我们是由古猿人经过几百万年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当然，在咱们中国也有女娲捏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在西方，有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的传说。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浩瀚的宇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从一个无限小的起点爆炸膨胀，慢慢形成了各种星系星球，最后有了地球，有了生命。当然我们也有盘古开天辟地、混沌初开的神话，听起来似乎科学和神话已经把人类的起源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你去读一读佛经，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甚至是一种颠覆认知的震惊。因为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和所有宗教、所有现代科学都不一样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佛陀说，我们不是进化来的，也不是神造的，我们是堕落来的。听到这里，你可能心里会犯嘀咕了，法师，你是不是在歪曲佛法？你是不是在讲什么离奇的神话故事？科学都证明进化论，你怎么还说我们是堕落来的？大家先别急着反驳，也别急着划走。今天这期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生命、对宇宙、对你每天正在经历的焦虑和痛苦的理解。我们要讲的这部经典叫做《启示经》，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启示经》属于佛教的阿含部经典，是佛陀当年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对比丘们亲口宣讲的。它的内容非常宏大，讲的是整个世界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毁灭，以及众生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轮回流转、生死相续。在这部经里，佛陀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宇宙观，12个字：无始无终，循环往复，业力主导。首先，佛陀不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也不承认有一个创造万物的造物主。经文中说，世间无有造作者，一切世间皆由众生共业所起。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某一个神明坐在实验室里捏出来的，而是所有众生共同的业力像磁铁一样感召显化出来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其次，佛陀的时间观和宇宙观是循环的，他认为整个宇宙都在经历着成、住、坏、空4个阶段的循环。这4个阶段叫做世劫，每一个劫都有亿万年那么长，而且这个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就像春夏秋冬4季轮回一样。一个世界毁灭了，化为虚空，经过漫长的时间，另一个世界又会在虚空中诞生，永无止境，生生不息。那么在这个宏大的循环中，我们人类到底是怎么来的？按照佛陀在启示经里的说法，在这个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现在这副模样，我们也不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来的，我们是住在光阴天上的天人。启示经原文是这样描述：诸比丘，世间转已，如是诚实，诸众生等多得生于光阴天上，使诸众生生彼天时，身心欢愉，喜悦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罪甚摄，年寿长远，安乐而住。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旧的世界毁灭之后，经过漫长的空劫，新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地球，开始慢慢形成。这个时候，那些在上一个世界毁灭时福报还没有享尽的众生，大多都转生到了色界二禅天的光阴天。这些光阴天人，他们是怎么出生的呢？
他们是化身而来的，不是像我们这样要在母胎里待10个月，经历胎生的痛苦。他们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出生的血污和痛。他们的身形非常端正，非常庄严，完美无瑕，而且他们的身体本身就会散发光明，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整个光阴天就是一片璀璨的光。他们吃什么呢？他们不需要吃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也不需要喝水，他们以喜悦为食。在佛法里，这叫禅悦为食。只要内心保持清净喜悦，就能够维持生命。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有饥饿的感觉，永远不需要为了吃饭而奔波劳累。起早贪黑，他们有神通，能够乘空而行，想去哪里，一念之间腾空而起，瞬间就到了。不需要买机票，不需要挤早高峰的地铁，更不用担心堵车。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身心欢愉，身体和心灵都充满了极致的快乐和安宁。那个时候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焦虑，没有男女之分，没有贵贱之别，更没有战争，没有欺骗，没有算计。他们的寿命有多长呢？年寿长远，长到我们现代人的数学都无法计算。而且他们没有生老病死的痛，寿命尽了就会自然转身到其他地方，没有任何恐惧。朋友们，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生活？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束缚，只有永恒的光明、自由、喜悦和安宁。而佛陀告诉我们，这不是神话，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漫长的轮回中都曾真实经历过的生命形态。我们都曾是光阴天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从光明自由的天人变成了今天在这个地球上每天为了房贷车贷发愁，为了生老病死恐惧受苦受难的凡人呢？这就是启示经里最震撼、最扎心也最残酷的部分了。一切的转折点都源于2个字：贪念。当新的地球慢慢形成，大地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大地上自然生出了一种东西，叫做地肥。这种地肥是什么样子的呢？经文里说，它就像煮熟了的牛奶上面那层薄薄的奶皮一样，颜色是金黄色的，味道就像没有加任何杂质的纯正蜂蜜一样，非常香甜，非常纯净，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这个时候有一些光阴天人，因为福报渐渐尽，或者因为一念的好奇心，就从光阴天上飞了下来，来到了这个刚刚形成的地球上。他们看到地上这种金黄色的地肥，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有一个天人忍不住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到嘴里尝了尝。这一尝不要紧，他立刻就被这个味道迷住了。他尝了一口，觉得不够，又尝了第2口、第3口，就这样，他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贪着，停不下来了。其他的天人看到他吃得这么香，也纷纷效仿，大家都降落下来，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了地肥。这个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经文里说，彼诸众生取此地肥，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渐渐色恶，皮肤粗厚，颜色浊暗，形貌改异，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地肥故，神通灭没。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这些天人因为贪食地肥，吃了又吃，停不下来，他们的身体就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了。原本光滑细腻的皮肤变得粗糙厚重，原本光明透亮的肤色变得浑浊暗淡，原本庄严美好的相貌也变得丑陋不堪。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自然光明消失了。因为天人失去了光明，整个世界第一次陷入了黑暗。所以后来宇宙中才出现了太阳和月亮来为这个世界照明。
然后他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粗重，他们再也不能腾空而行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念之间就飞到任何地方，他们只能在地上用2条腿慢慢行走，变成了真正的沉重的凡人。他们的神通全部都消失了，他们的内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喜悦了，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贪着占据了。他们开始有了烦恼，有了焦虑，有了不满足，有了患得患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贪念一起神通尽失。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在心里反复咀嚼，理解透彻。首先，什么是贪念？很多人以为贪念就是喜欢钱、喜欢名、喜欢利，其实不是。贪念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执着，是我要，是我得，是我绝对不能失去。喜欢一样东西，这很正常，这是人的天性。但如果你想要占有它，想要永远拥有它，害怕失去它，为了得到它不择手段，这就是贪念了。就像那些光阴天人，他们只是尝了一口地肥，觉得好吃，这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他们吃了一口还想再吃，失去了控制，停不下来，这就是贪走。然后是一起，什么叫一起？就是从心而起，一念之间，没有商量，没有预兆，没有漫长的过程。贪念就是这样，它不是慢慢积累起来，而是在一瞬间突然就冒出来了。就像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或者看到一辆豪车，本来你没有想买的打算，但你看了一眼，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这件衣服真好看，我要是能拥有它就好了。这辆车真霸气，我要是能开上它该多有面子。这一念起来，贪念就已经产生了，最后是神通尽失。很多人以为神通就是飞天遁地，就是特异功能，其实不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本来就有的神通是什么？是内心的光明，是心灵的自由，是情绪的稳定，是专注的能力，是感知幸福的能力。当贪念一起，这些神通就全部都消失了。你本来可以很轻松、很自在、很安心的过好每一天，但一贪，你立刻就会变得焦虑，变得纠结，变得自我消耗。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不是外界害了你，不是地肥害了你，是你自己的贪念毁了你自己。而这仅仅是堕落的开始。从贪食地肥开始，我们就一步步的滑向了更深的黑暗和痛苦。随着越来越多的天人贪食地肥，他们的身体开始有了差异。有的人吃得多，身体就更粗壮一些，相貌就丑陋一些；有的人吃得少，身体就稍微轻一些，相貌就端正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一个变化发生了，他们开始分出了男女相。在光阴天上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大家都是一样的能量体，没有性别，没有性欲。但自从贪食地肥之后，身体变得粗重，欲望也开始增长，慢慢的就有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有了男女之分，就有了情欲，有了爱情，有了家庭，然后就有了占有欲。男人想要占有女人，女人想要占有男人，父母想要占有孩子，孩子想要依赖父母。从此人与人之间就有了牵绊，有了束缚，有了爱恨情仇，有了生离死别。然后因为大家都贪食地肥，大地的地肥就慢慢被吃光了。地肥消失之后，地上又生出了地皮。地皮就像我们现在的烤饼一样，虽然不如地肥好吃，但也能充饥。大家又开始贪食地皮，结果地皮也被吃光了。地皮消失之后，又生出了鳞藤，鳞藤也被大家贪吃光了。最后大地上生出了自然精米，这种香稻不用耕种，不用施肥，自己就会长出来，而且早上割了，晚上又会长出来，永远吃不完。但这个时候人类的贪心已经越来越重，以前是吃多少拿多少，
绝不浪费。现在有人开始想了，我今天多割一点存起来，明天就不用干活了。于是就有人开始多割精米，把多余的存起来。其他人看到了，也纷纷效仿，你存我也存，你多割我也多割。结果本来永远都吃不完的自然精米，因为大家的过度索取和囤积，也慢慢消失了。自然精米消失之后，人类就必须自己开荒，自己耕种了。从此人类就开始了辛苦劳作的生活。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这一辛苦就是几千年。农耕开启了私有制，私有制滋生了贫富差距，从此平等崩塌，等级森严，贪婪驱使争夺，嫉妒点燃怨恨。当众生从共生走向互残，人类的第一场战争刀兵劫就这样开始了。从此以后，刀兵劫、积蓄劫及疫劫，这三灾就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上演。随着贪嗔痴的不断增长，人类的道德越来越败坏，而道德越败坏，人类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在光阴天上，天人的寿命是无量，刚降级到地球的时候，寿命还有84000岁，然后每100年减1岁，一直减到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70-80岁了。而且我们还要承受着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的全部痛苦。大家想一想，这一切的一切根源是什么？根源只有一个，贪念。这就是启示经告诉我们的人类所有苦难起源。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仅我们个人在经历这样的轮回，整个宇宙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轮回。前面我们提到，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成住坏空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20个小节那么长，一个小节大约是1680万年，20个小节就是3亿3600万年。也就是说，一个世界从形成到毁灭大约需要13亿4400万年。在成劫，世界形成，光阴天人下凡，也就是上面讲的人类起源，在注解，世界稳定，人类繁衍，佛法出现，度化众生。我们现在就处在注解的第9个小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还能存在大约3亿多年。接下来是坏劫，坏劫来临时，首先是众生坏灭，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全部幻灭，然后是物质世界的坏灭。火灾起时，7个太阳同时出现，把大地烧成灰烬，一直烧到初禅天。水灾起时，大水淹没世界，一直淹到2禅天。风灾起时，狂风摧毁一切，一直吹到3禅天。最后就是空劫，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片死寂的虚空，直到下一次成劫开始，新的世界再次形成。就这样成住坏空，周而复始，无始无终。网上经常有人问，第一个众生是谁？第一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在佛陀看来，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因为轮回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一切都是业力因果的循环。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法师，成住坏空我都能理解，光阴天人的故事我也听明白了，但我不就是一位普通的凡夫吗？我每天还是要上班，还是要还房贷，还是会焦虑，还是会内耗，还是会痛苦。我怎么样才能做回光阴天人，找回我的神通和光明呢？不要急，在教大家怎么做之前，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现代人最常见的3种内耗。这3种内耗对应的就是3种贪念。第一种，内耗焦虑。焦虑的本质是什么？是贪未来，怕失去。你贪未来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能够出人头地，你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害怕失业，害怕生病，
害怕老了没有人养。当你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贪求和对失去的恐惧时，你的心就无法安住在当下。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光明就消失了，你就陷入了焦虑的黑暗。第二种，内耗纠结，纠结的本质是什么？是贪完美，贪认可。你做一件事情，想要做到尽善尽美，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你害怕做错，害怕失败，害怕别人说你不好。当你心里充满了对完美的贪求和对认可的渴望时，你就会变得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你会在做决定之前反复思考，反复权衡，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时候，你专注的神通就消失了，你就陷入了纠结的内耗。第三种，内耗疲惫。疲惫的本质是什么？是贪太多，要太多。你什么都想要，钱要更多，房要更大，车要更好，名气要更高，孩子要更优秀。你给自己定了太多的目标，太多的要求。当你心里装了太多东西，想要的太多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不堪重负。你每天都在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努力，却永远都不满足。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喜悦就消失了，你就陷入了无尽的疲惫。这三种贪念就像三条毒蛇一样，日夜缠绕着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贪念其实都是伪装的。他们会穿上各种各样漂亮的外衣，让你以为他们是好的。比如，贪多会伪装成上进心。很多人会说，我努力赚钱，努力奋斗，这不是上进心吗？这有什么错？上进心本身没有错，但如果上进心变成了永无止境的贪婪，变成了永远都不满足，那它就会变成痛苦的根源。再比如，贪好会伪装成追求卓越。很多人会说，我想要把事情做到最好，这不是追求卓越吗？追求卓越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追求卓越变成了不能接受任何不完美，变成了不能接受任何失败，那它就会变成内耗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上进心，什么是贪婪，什么是真正的追求卓越，什么是执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放下贪念，摆脱内耗，找回本来的光明和自由呢？作为净土中的讲经法师，我必须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断除贪念，太难太难了。大家想一想，光阴天人，那么高的境界，那么大的福报，遇到地肥，尚且控制不住贪念，堕落凡尘。何况我们这些在娑婆世界轮回了几千生几万劫，贪嗔痴早已深入骨髓的凡夫呢？所以历代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根基。净土中集大成者，善导大师，提出了著名的机法两种生性。第一，生性自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况且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你要深深的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贪念深重、业障深重的凡夫，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娑婆世界是绝对断不掉贪念，绝对出不了轮回的。第二，深信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也就是说，你要深深的相信阿弥陀佛发下48大愿，就是为了救度我们这些断不掉贪念的凡夫。只要我们相信佛，愿意去极乐世界，老老实实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佛就一定会来接引我。这就是净土中最伟大最慈悲的地方。他不要求你立刻断除贪念，他允许你待业往生。印光大师也常常开示我们，要把死字挂在额头上。当你贪念起来的时候，当你为了名利焦虑内耗的时候，你问问自己，如果我明天就要死了，这些东西我还贪吗？
看破了娑婆世界的成住坏空和生老病死，升起真正的厌离心，把心念转到极乐世界去。近代大德黄念祖老居士也说过，我们这个宇宙是众生的共业所感，所以有成住坏空，有刀兵劫，机焚劫。但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愿力所成，极乐世界没有成住坏空，没有生老病死，那里是无量寿，是真正的永恒。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贪念重而焦虑而恐惧。佛的慈悲就像大海，再多的贪念污水流入大海，也会被大海净化。养性佛力，老实念佛，这就是我们凡夫唯一的出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厘清一个极大的误区。很多人一听放下贪念，一听厌离娑婆，就以为佛教是让人躺平摆烂，让人厌世，这是大错特错。放下贪念，不是让你不去工作，不是让你不管家庭，而是让你做而不求，尽人事，听天命，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出离心。也不是让你讨厌这个世界，而是让你看清这个世界苦、空、无常的本质后，不再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希望的苦和没有希望的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娑婆世界，为了名利去拼搏，最后生老病死一场空，这是没有希望的苦。在娑婆世界，为了往生极乐而念佛，虽然身体也会劳累，但心里有佛有归宿，这是有希望的苦。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公案。在近代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他一辈子精明强干，赚了无数的财富，买了大别墅，娶了娇妻，生了几个聪明的孩子。他以为这就是人生的终极成功。但是到了晚年，他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他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宁。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公司谁来管？我的财产会不会被孩子们争抢？我的年轻妻子会不会改嫁？他死死地抓着床头，眼睛瞪得大大的，怎么也闭不上。他的家人请了一位老法师来为他助念。老法师看着他，叹了口气说，你这一辈子贪了太多的东西，你以为你拥有他们，其实是他们占有了你。你现在放下吧，跟着我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可是这位富商连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他的心全被他的财产、他的妻儿死死地拴住了。最后他在极度的痛苦和不甘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更悲惨的是，因为他对家产的贪念太重，他死后神识没有离开，竟然投身到了自己家里，变成了一只看门狗。每天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带着新的男人住进他的别墅，看着他的孩子们为了争夺遗产在法庭上大打出手，甚至反目成仇。他急得汪汪大叫，想要阻止，可是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他只能每天趴在门口，看着自己一辈子贪求来的东西被一点点挥霍败光。这就是贪念的代价。你以为你拥有了一切，最后你连自己都失去了。对比之下，在净土圣贤录里记载了无数普通的念佛人，他们有的是农村的老太太，有的是底层的劳工，他们一辈子没有赚到大钱，没有住上大房子，但他们不贪求，每天就是老老实实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了临终的时候，他们预知时至，身体没有病痛，甚至异香满室，天乐明空，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微笑着安详的往生极乐。朋友们，这两种人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成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神通尽失？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重获光明？答案不言自明。那么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作为现代人，
我们到底该怎么落实放下贪念，老实念佛呢？我给大家3个简单、具体、可执行的日常对治方法。第一，觉察贪念，用死字对治。觉察是一切修行的开始。当你感到焦虑、纠结、内耗的时候，你要立刻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不是起贪念了？是贪未来，是贪完美，还是贪太多？当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贪念时，你就已经从那个情绪里跳出来了一半，然后用印光大师的死字诀来对治，在心里默念：我明天就要死了，我现在贪的这些有什么用？一念死字，万念皆息，你的贪念瞬间就会被斩断。第二，转念即乐，用佛号对治。当你觉察到贪念之后，不要去对抗它，不要去压抑它。你越压抑，它反弹的越厉害。你要做的是转念。怎么转？把心念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6字洪名上。当你贪求名利时，念一句阿弥陀佛；当你焦虑未来时，念一句阿弥陀佛；当你纠结痛苦时，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要告诉自己：我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才是我真正的家。娑婆世界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过眼云烟。用一句佛号去替换你的贪念，念着念着，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焦虑痛苦的事情突然就变得那么重要。佛号就是最大的转念，就是最强的光明。第三，回到当下，都摄6根，净念相继。所有的贪念都不是在当下的，要么是攀缘过去，要么是执着未来。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来，只有当下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你起了贪念，陷入内耗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拉回到这句佛号上。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一步一句佛号，你可以在做家务的时候手里的活不停，心里的佛号不断。你可以去感受你的呼吸，吸气时念阿弥陀，呼气时念佛。当你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这一刻的佛号上时，过去和未来就消失了，贪念也就消失了。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说的：都摄6根，净念相继，不费世间事，但心执着。在红尘中历练，在佛号中亲近。这3个练习看起来很简单，但只要你坚持去做，把念佛融入你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安宁，你的内耗会越来越少，你的法喜会越来越多。启示经告诉我们，堕落是一念，觉醒也是一念。当年我们因为一念贪心，从光明堕入了黑暗。今天我们也可以因为一念觉悟，从黑暗重返光明。放下贪执就是重返光明，放下内耗就是重获神通。这个神通不是飞天遁地的神通，而是内心的自在与安宁，是面对生死时的从容与无畏。最后我想纠正一个终极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去当光阴天人去享福的，不是。光阴天人福报再大，也有享尽的一天，也有堕落的一天，因为他们还在6道轮回之中，还在沉住坏空的循环之内。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享福的终点，而是成佛的起点，极乐世界。没有地肥让你去贪，那里有7宝池8功德水，有微风吹动珠宝行树，那里的鸟儿都在演唱佛法。你在那里每天的功课就是听佛讲经，就是悟道成佛。极乐世界超越了沉住坏空，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将彻底照亮我们无始劫以来的无明黑暗。我们不再是那个因为一口地肥而堕落的天人，我
我们将成为乘愿再来，普度众生的菩萨。这才是生命最终的归宿，这才是佛陀在启示经背后最想告诉我们的慈悲真相。有缘人，你明白了吗？愿我们都能看破娑婆的幻象，放下贪念的枷锁。愿我们都能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紧紧抓住这句万德洪名，感恩一切的相遇与聆听。愿您法喜充满，修行无碍，临终无障碍，往生极乐邦。南无阿弥陀佛。